酒会上，唐旭瞒着我带着别的女人赴宴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还是圈子里有名的模范夫妻，还有个4岁的可爱女儿。被发现后，女人故意跪在我腿边哀求：您已经是集团总裁了，何必如此霸道？我们只有彼此了。唐旭在后面怒目而视，倒将我衬托成了恶毒女人。我只想为这对渣男贱女鼓掌，麻烦你再跪远点，我嫌脏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是京市有名的豪门贵女，18岁生日宴，我的老总父亲送了我18套别墅，若论有钱，京市应该谁都比不上我。而唐旭爱惨了我这件事，全京市都知道。大学时，他便跟着我跑来跑去。当他公开说要追我这朵高岭之花时，被同圈子的人好一顿嘲笑。爸爸曾告诉我，景云，景家的女儿不用联姻，你只管选你喜欢的。于是我不顾圈中好友的劝说，选了唐旭。只是没想到，不过才4年，就出现了眼前这一幕。唐旭拉着他在老家时的小青梅，背着我来了酒会热舞。但他可能不懂，景家在这京市的势力和地位，我的男人只要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，会有很多人乐意告诉我。所以，我这个正主接到消息便来了。我也是想看看他们到底唱的是哪出戏。我看着俩人在舞池里摇曳生姿的，男帅女美，倒也是逍遥快活。我知道这个女人，她叫韩雨玲，跟唐旭同村，自小一块长大。此刻我倒也不急，随意拿了杯红酒，坐在椅子上欣赏着贴身举动暧昧的两人。唐旭随意的一瞥，刚好发现了我正端着红酒杯，笑意盎然。他那原本意气风发的脸色瞬间煞白。他下意识地甩开了韩雨玲的手，垂头走出舞池，来到我眼前。给米米买玩具买到了这里，他一定是推销玩具的售货员吧？我晃动着酒杯，喜怒不显于色。我们剑拔弩张的气氛，也让韩雨玲明白过来我的身份。她瞬间换脸，膝盖一软，跪在了我脚边。姐姐，你别生气，是我让堂哥带我来见见世面的，是我自己仰慕堂哥，与他无关。他说他这些天实在不开心。您是豪门小姐，我只是个普通女孩，我只想默默陪着堂哥就行。韩雨玲在我腿边哭得梨花带雨，好不可怜。这琼瑶味儿看得我生理不适，感觉饭都要呕出来。趁众人不备，他又贴近我小声地说，除了有钱你还有什么？唐旭是我的。我眉毛一挑，瞧过去，刚好对上他眼里的嫉妒和怨毒。他这演技倒自然又精湛，不仅蒙骗了一群指指点点的吃瓜群众，也蒙蔽了唐旭。我禁不住嗤笑，看样子我反倒成了仗势欺人的恶毒女人了。不就是小三妖，整的什么琼瑶大戏？这都过时了。我毫不在意，抿了一口酒后，用脚尖点点她的裙摆，去，跪远一点，爱怎么演怎么演，别沾我一身脏东西。邢飞一些昔日与我混在2代圈子的朋友刚好路过瞧见。哎呦，这位小姐是唱戏？没见过介入别人家庭还讲得这么无辜的，合着你当小三你有理。下次有这种事，云云再喊我们，我带着瓜子儿来。他们几句话便把韩雨玲的面皮剥落，碾在地上踩。唐旭急得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，一把将韩雨玲护在身后。她不是小三，我们小时候就认识。景云，你拥有一切，别这么对她。唐旭的这张脸，我看了这许多年，越是在圈子里看多了名利权欲，越是会被单纯赤诚打动。我曾因他的赤诚爱意嫁给他，不过数年而已，这爱意便裹在权欲里，早失了当初的模样。
如今更是为了别的女人对我怒目而视，早已与追我时热烈温柔的少年大相径庭。韩雨玲的声音隐隐传入耳：“我知道您看不上我这样的普通人，但我只想好好待在唐氏工作过日子，还望您别生气。我看不上的不是普通人，是你这样知三当三、妄图攀附男人上位的女人。”我痴痴地笑，看着韩雨玲可怜兮兮的无措否认，一群人也开始对着她发出嘘声。唐旭心疼地将她搂在怀里离开，这场景与当年在意我时一模一样。狗屁的深情承诺，不过如此。晚上我回去后，米米还在等我，坐在公主房里仰头看着我，眼睛亮晶晶的。妈妈，爸爸呢？米米乖，先睡吧，爸爸忙工作，晚点就回来了。我上前给他掖了掖被角。妈妈，那你说，公主请睡觉。好妈妈的小公主景小米小朋友，公主请睡觉。小米是我费尽千辛万苦生下的，当时唐旭还心疼地说我生的本该随我的姓。有了小米后，明显的我们一家三口和睦幸福了许多。他笑着为女儿购置物品，选择幼儿园。我会学着做父女二人喜欢的饭菜，灯光下饭菜飘香。我们像所有普通幸福的一家三口一样，如今却是面目全非了。将近凌晨，唐旭才回家，我在客厅等他。电视里的婚姻剧吵得我心里也有些烦躁。一回来，还没等我说话，他倒有些怨气。雨玲之前找工作没找到，偶然遇到我，毕竟是从小就认识。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唐氏的助理岗，做我助理。你不必这样揣测。他看着我，口气愤愤。你这会儿的意思是，他凑到已婚之夫身边暧昧不清，反倒是我不够大度了。你敢说你不喜欢他？一点也不。不仅把人放到身边，还带去了酒会，要说没感情，谁信？唐旭一向洁身自好，结婚那么多年，连个出轨苗头都没有，用他的话说，就是有洁癖。这也是他被圈里称作好好先生的理由。他对韩雨玲这样特殊，难道是做慈善？他开始有些心虚，而后恼羞成怒，抓着一点翻来覆去的强调：我没有出轨，景云，我没跟他睡过，你大度些，米米还小，我们本可以相安无事。可真行，这番说辞让我不禁嘲讽自己当初眼神不好。我盯着他思忖片刻，晚上就把他的枕头扔出去，让他睡了客房。第二日，我照常去上班。小米缠着唐旭蹦蹦跳跳的亲亲后，才去了幼儿园。平时我在景市，唐旭在唐氏，只是回家后在一起。最近的景市和唐氏有些业务上的合作。看着发来的工作邮箱，我不禁嗤笑出声。韩雨玲看样子是混得不错，工作邮箱里居然有一封韩雨玲的致歉信，这人怎么跟跳蚤似的，哪里都愿意蹦跶。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他家困难，他一直很仰慕唐旭的优秀，这次家里的困难还是唐旭帮他出的手。唐旭是个很好的人，望我不要为难他。真好，我这个老婆可能会为难他，他这个小三倒是体贴。茶味浓的能泡龙井了，这样低的段位也能迷得唐旭跟我争吵。下午的工作会议，唐旭代表唐氏过来了，后面还跟着韩雨玲，穿着职业套装，显得有些精干。我盯着他主讲 PPT， 讲得乱七八糟。韩雨玲低头看了我一眼，更是吓得磕磕巴巴。行了，就这个水平，别讲了。我不耐地叫停，听这种垃圾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景总，我可以在。没有在，唐氏这个水准的人都要，没能力就别去做，下去。我冷声呵斥。
我干脆自己拿过 PPT 开始查看。唐旭见状，将瘪着嘴似哭非哭的韩雨玲拉至身后。他刚上班，你包容下，谁都有个过程。我瞥他一眼，觉得他可能是脑袋又分了叉。这做的什么东西？韩雨玲做的。你倒真舍得拿我们这个项目给他糟蹋。景云，别太过分。过分？你拿个垃圾当宝，就别拉上我们了。在商言上，这个水准扔大街上都没人要。景总，我知道您看我不顺眼，这本就是我想锻炼锻炼堂哥才给我做的，是我不好，你别又生堂哥的气，他这样总是不开心。韩雨玲站在唐旭身边，倒是为他打抱不平了。哦，他不开心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用你跟我说？你哪位呀？什么身份说这话？秘书。唐旭在一边闷不吭声，只是呼吸愈发的粗重。我让无关的人拉着一脸委屈模样的韩雨玲出去，坐到唐旭身边，扯着他的领带，让他低下头。这张脸还是大学时跟前跟后对我殷勤备至的那张，一样的眉眼俊秀，一样的身姿挺拔，怎么就不一样了呢？我凑到唐旭耳边，气息环绕在他身边。他说你经常不高兴，我让你不高兴了？还是说你只有找他才能高兴？景云，你别这样，我当雨玲是半个妹妹，咱们还过咱们的日子。他的声音低沉，似在压着怒气。什么日子？你带着他跟前跟后，是想恶心谁？我景云是什么人？要一个跟人牵扯不清的男人？我有没有婚前说过，搞这一出我们就离婚？我冷喝出声。即便不是热烈的性子，我们也相恋结婚那么多年，婚前我就严厉警告过他，想完了随时告知我离婚。他还笑道绝对不会，这才几年，拿离婚恐吓我，让我低头是吧？我没出轨，我没错。你景云是厉害，所有人都知道你厉害，都觉得我是个吃软饭的，行了吧？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，现在我就偏要雨玲做助理，怎么了？若没了我的决策，景氏的帮扶，你以为唐氏能发展的那么快？我让你做的决策难道不对？你现在拉着韩雨玲是在做什么？我加班时只有他熬夜陪我加班，给我冲咖啡。你除了你的集团就是米米，我又算什么？你知道我在外面谈商务，大家都说什么？说我娶了个好老婆，一定要好好对你。我像条你的狗似的。米米是我的女儿，但米米姓景不姓唐，以后大多继承景氏。因这个事情，你知道唐氏那边我的叔伯给我多少压力？唐旭坐在椅子上，支着头，一脸颓丧隐怒。我竟不知他有了这样多委屈。可是要追我的是他，要跟我结婚的是他，接受景氏帮扶的是他，婚前跟我说只剩一个孩子跟我姓的也是他呀，到底是不一样了。唐旭几次三番为着小助理的事跟我争吵，我们的事情在圈子里轰轰烈烈地传开，当年的模范夫妻基本碎成了渣，谴责的对象基本是唐旭。在外面玩的人不少，少有带去同圈子酒会上当众打原配的脸的，更何况这个原配是景云。唐旭跟我本就是唐旭高攀，我觉得他应当是忘记了跟我结婚后他的父母得了多少利润，景家帮扶了他们多少产业。说的难听点，从刚出头的小企业到现在跃升中级豪门，一口一口皆是景家喂的饭。当时唐旭的追求轰轰烈烈，结婚不过4、5年就有了这劳什子青梅。我们的感情就像新鲜的苹果，初见时新鲜热烈，切开后还是好的，但不过片刻，眼色就变了，变得老旧陈腐，叫人看得头疼，咽也咽不下去。秋意渐浓，寒风今日有些入骨了。
回到家后，堂父堂母给我来了电话，那什么外面的雨玲是我们邻居的孩子，我们也不知道他竟然存了这心思。你才是我们唐家的儿媳妇，正正经经的。景云，你别生气。你爸已经在骂唐旭了，米米4岁了还这样不懂事，还是最近累着了，有点情绪，我们劝劝就好啊。你俩好好过日子，我可拿你当亲女儿，哪有这外面女人的事他父母还算拎得清。也是，毕竟他们用着我的资源，靠着景家挣钱。不过几年，唐家就从只能仰望景氏的小富之家，变成崭露头角的行业新贵了。所以唐旭才觉得自己有本钱跟我争吵。挂了电话，我就去接米米。这一阵子忙碌，还未来得及给他做最喜欢的饭菜。米米的日常基本由保姆照料，但他尤其喜欢我做的糖醋排骨。为此，我承诺，不管再忙1周，都至少给他做1次。在厨房忙碌时，米米便不止1次问我：“爸爸呢？爸爸也喜欢吃，让他快回家。”爸爸忙，大人的事我还未决定好怎么跟孩子说。可米米想爸爸了，妈妈你叫他。还在动作的手顿了片刻，好，我找你爸。灯光氤氲，顶灯照在我做的糖醋排骨上，颜色红亮，看着诱人极了。米米注定等不到爸爸来跟他一起吃。半小时前，我收到了韩雨玲发的照片，她跟唐旭在一起，酒店的床上，一夜无眠。我该怎么处理唐旭出轨的问题？尤其是米米，我要好好想想。第2日清早送完米米，我碰见了他，跌跌撞撞的过来，身上还有些不堪的痕迹，看着扎眼极了。见到我之后，他冲过来拥住我，还带着满身女人的气味，凑着想亲吻我的脸颊。我听见他哽咽不安的喘息声：“景云，我犯了错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好好过日子，我以后不说那些话了，行不行？”带着些隐忍的卑微。是真的吗？我闭着眼屏住气问他，我们彼此心知肚明我指的是什么。我看着他难堪的点了点头，冷笑出声：“唐旭，你闻见你身上的味儿了吗？一股渣味儿，离我远点儿，我闻了犯恶心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唐旭被父母骂了之后去酒吧喝酒消愁。醉得不行之时，韩雨玲来寻他，送他回去。在车上，他向韩雨玲诉苦，自己这些年承受了多少压力，多少困难，总被我压了一头。外人对他毕恭毕敬，但他却总要在我面前低一头，落差大的他越发忍耐不了。韩雨玲向他袒露了自己对他的崇拜暗恋，只希望能陪着他，哪怕让他心情好一些。强势高傲的妻子和仰视他卑微的刚毕业的女大学生，他的自尊心得到了奇异的满足。盯着这个仰慕渴望他的女孩，他情不自禁回应了她。他们在车上滚作一团，然后滚去了酒店。直到今天早上，唐旭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，他倒像是被吓住了，仓皇逃回家找我。我没多说什么，多看他几眼，我都觉得恶心。年少时的唐旭努力热烈地挤进我的世界，在我的心里占据了一角。我到现在都记得金秋那双看着我满是爱意的眼睛，现在变成这样怯懦不堪的男人，到底是全目全非了。我们的小家到今天早上再无转圜余地。下午下班，我接了小米就去了爸妈那。本不想因为自己的事劳烦他们二老，但离婚对我们家来说也是大事。景家的女儿用不上联姻，是我自己选的唐旭。我需要一个景氏的继承人，圈子里没有喜欢的。面对唐旭赤诚的追求，那就试试吧。我这样告诉自己，那就赌一把。然后惨败至此，怨不了任何人。我把跟唐旭这段时间的事，包括韩雨玲，从头到尾说给他们听。
也讲了我的打算。背叛我的结果远不止离婚那么简单。我要让唐家这些年吃进去的都吐出来。离婚不是小事，我以为他们会劝我为了小米谨慎。可父亲抽着雪茄转身告诉我，他这是一朝得势，不想再低头了。说到底还是为的多了。景家的女儿不受这气，你若想清楚了，那我们就离，小米归我们。对，我跟你爸老归老了，不是吃素的。不管怎样，都能立在女儿前面。小米回来了，正好我跟你爸带。妈妈也坚决支持我，仰起头不想让水痕落下。何其有幸，我拥有这样疼爱我的父母。所以唐旭胆敢这样对待我的后果，他做好准备了吗？我带着小米在爸妈这里住下。期间几次唐旭打的电话都没接，直到后面他恼羞成怒，在微信上说我又要拿桥，是不是非得他低头我才愿意回去？说谁家老公不这样，偏我不行。你瞧，本是看中他干净热烈才选中了他，没想到不过沾染权势几年，他也跟外面那些酸臭男人一样了。母亲会给小米做各样好吃的糕点，爸爸会驮着小米骑大马，经常上财经杂志的商界大佬，这会道朴素的厉害，被孙女笑出的口水溅了一脸也不在乎。跟照顾儿时的我一样，爱你的人终会爱你一切，如同爸妈爱小米。但小米还是会想父亲，时常问我爸爸怎么不过来。时间长了，他隐隐能明白爸妈发生了什么。能不能不吵架，妈妈？我想你们在一起，我和爸爸在一起，你才会幸福吗？是的，妈妈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的爸爸？孩子在怀里哭得眼圈通红，我心里的酸涩密密麻麻。不是，我的孩子有绝对的自由。你想，爸爸是正常的，大人的事不该牵扯到你身上。就快能见到爸爸了，我这样安抚。集团对唐氏的帮扶不再继续，几个要紧的项目停滞，给唐氏的资金链带来严重隐患，越拖亏损越大。意料之中的，这天唐母带着唐旭过来跟我赔礼道歉。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亲家母啊，这事是唐旭不对，但我们也说过骂过了。这就是一时酒后意外，谁都不想的。那个韩雨玲我知道，老家的小女孩，刚毕业不懂事，兴许就是为了钱才勾引唐旭的。外面的女人这样的多的是，哪比得上景云？一个人都能管理那么大的家业。我们唐氏可多亏了有景家帮扶。唐旭在沙发上闷不吭声，直到唐母又说起我的能干，他才捏着拳头隐隐不耐。唐母瞥了他一眼，我们小米呢？哎呦，米米，我的乖孙，奶奶想死你了。小米从2楼蹦蹦跳跳的下来，唐母抱着稀罕的不行。我父母的意思全由我做主。我坐在沙发的另一侧，看着这一幕，毫无动作。乖小米，快劝劝妈妈，跟爸爸一起回家了。回家？跟爸爸妈妈一起吗？小米的眼睛瞪净，期待地望向唐旭。一起，我们先回家，一家人就齐了。唐旭起身抱着小米，示意小米喊我回去。望着小米对唐旭如沐亲近的眼神，那是我唯一的孩子，景家的继承人。思忖了片刻，我同意了，收拾收拾行李，回了我们的婚房。到别墅门口时，我牵着小米在前面走，碰见了在此等候的韩雨玲。你是不是让堂哥不理我了？你都有那么多东西了，非得跟我抢？韩雨玲一脸哭诉怨毒。堂哥对我才是真的，高考前他就答应我以后会娶我。你知道那天我们睡了，他说什么吗？他说你最无聊，他以为女人都这样懒得碰，直到遇见我才知道
怎么叫柔情？我迟早会是唐太太，你等着瞧！啪！我还未说什么，韩雨玲便被我身后走上前的唐母一巴掌抽得说不出话。阿姨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对堂哥是真心的。韩雨玲哭泣着，一脸慌乱。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从小对你也不薄，非要破坏我儿子家庭是不是？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这样的女孩子在想什么？大学毕业做什么不好？你学人家当小三，不就是为了钱？我活着，你就别想进唐家的这个门。唐旭快步上来，护着嚎啕大哭的韩雨玲。够了，他才刚毕业，半大的孩子，你打他干嘛？我知道该怎么做，别扯近他。这一幕看得我啼笑皆非，好一对被棒打鸳鸯的小情侣。突然想拉着邢飞那群二代接着看这出戏。唐母拽着我进了婚房。景云，你别担心，唐氏有今天全仰仗你。唐旭是不懂事，我们大人不能不懂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看那几个项目。唐母的表情隐含讨好，其实我觉得按他的说法，他跟韩雨玲也无甚区别。好啊，一家人嘛，我会再安排几个大项目，很好的大项目给你们。我挑起眉，笑着带着深意，鱼要上钩了。唐氏的那几个项目扩大之后继续运营，更大的规模，更多的投资。若是经营得当，他们能收获之前触不可及的财富，跃升上层豪门。喜得唐母一脸兴奋，满面红光地走了。唐旭回来之后，满脸的怨恨，怪我又压着父母让他低头，怪我牵扯进不相干的人，怪他犯了一点点错误也诚心悔过，我却要揪着不放。韩雨玲只是个纯情卑微的半大丫头。我快吐了，会车震的丫头我没见过。唐旭早变得面目全非了，他现在跟韩雨玲倒是相配。项目推进顺利，那个热衷于买表买车的公公也抽空给我打了电话。这个项目真不错，景云你也抓紧推进，争取年底政策下来后马上拿到那块地。等挣了钱啊，爸爸给你买首饰。男人嘛，不都这样？你拿着钱看住家，什么事都没有，总会收心的。那韩雨玲不算什么，哪怕养在外面又不影响你，别太计较。怪不得唐旭满脑袋只剩那点面子，原来跟在这里。这一家人，儿子出轨，父亲拿着警示给的钱买车买表，还要在我面前摆阔，母亲倒是会扒着我要好处。唐氏危急时从警示借的钱还在账上，可一分都没提还的事。若是没了我，他们这一家子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没再管唐旭回不回家的事，只警告他不要影响到小米。但意外还是发生了，小米被韩雨玲推搡至摔倒，保姆打电话过来，我手都是抖的。在我怀里那么多年没出过事，偏偏韩雨玲一上门，我女儿便伤着了。说跟她没关系，我都不信。我开着车双目通红的回家，就看到唐母拉着啼哭的小米，半是安抚，半是埋怨，怎么能推韩阿姨呢？阿姨肚子里有宝宝了，是弟弟呢。小米不是想要弟弟妹妹吗？韩雨玲歪在唐旭怀里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唐旭抬头便是斥责，他肚子里是你弟弟，对你弟弟你都能下手，你跟谁学的强势刁蛮？小米哭着被家庭医生消毒，爸爸你偏心，明明是韩阿姨说要取代我妈妈，还吓我以后没人要，呜呜呜！你不爱小米了，你帮坏人。你和奶奶都帮坏人，没出事的弟弟也比我重要。你们不爱我了，我要找妈妈。呜！我的孩子在这里无人可依，竟被欺负至此。趴我一巴掌扇的韩雨玲停住了哭嚎。
下一秒又一巴掌扇在唐旭脸上。女儿交给你，你就是这样照顾她的，现在还在这照顾你的小情人。唐旭，我们完了。小米跟我，你就不配当爸。我颤抖着将小米搂进怀里，送她去医院。小米回来那天，我就装了监控，是非曲折看看才知道，若涵小姐当真欺负了我女儿，她和她肚子里那块肉，谁都别想过好日子。抱着小米往外走，我有些心疼她知晓了大人的这些局语，但小米以后要接管警视，不值得的亲人和感情，早点看清楚也好。小米因韩雨玲的推搡，胳膊刮伤了一片，血渍模糊。当时韩雨玲放出了自己怀孕，并且是男胎的重磅炸弹，唐母便一反常态地开始为她说话。我只有一个女儿小米，随了景姓，唐氏没有男丁继承人，一直是唐旭父母的痛。这下韩雨玲有了那块肉，直接成了他们的心头肉。手机监控里，韩雨玲上楼碰见了小米，你知道吗？我肚子里呀，有你弟弟，快跟弟弟问好。韩雨玲将小米逼在楼梯前，笑得恶毒。哪来的弟弟？你又不是我妈妈，这是你爸爸跟我的孩子，当然是你弟弟。坏女人，你是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。小米虽小，在幼儿园里也听过几次这种事，爸爸有小三的孩子都不幸福。什么坏女人，没教养，以后我就是唐太太，我是你妈。说着说着，韩雨玲恼羞成怒，甚至想去掐小米身子。小米闹着要去找爸爸告状，这才被惊慌的韩雨玲在拉扯间撞到了墙角，自己却害怕的倒打一耙，先倒在地上。看着监控传来的画面，尤其韩雨玲对小米说的恶毒的话，动的手，火气从肺腑一路烧到头顶，梗得我现在就想打死那对渣男贱女。对孩子耍心眼动手，韩雨玲可真是好样的。那家人还是日子过得太好了，好的他们以为我景云是韩雨玲那种柔弱可欺、靠着男人的女子。唐家可以收网了。警视总裁抱着女儿冲进医院，然后连夜收拾行李离开婚房的消息传遍了网络，婚变传闻闹得沸沸扬扬。后又有韩雨玲带着肚子哭着在警视门口求着见我的视频传出，警视唐氏的股票都有些受了影响。还真有不知真相的网民替他说话，人家带着肚子，让人家进去又怎样？有钱人就是冷漠，兴许人家有什么苦衷的，应该有隐情，不然这女的怎么敢碰瓷警视？她当然敢，她就指着她肚子里这块肉，闹得满城风雨。邢飞他们几个还专门过来问我，得到确定的答案后才无奈唏嘘。本以为你是最幸福的，毕竟唐旭看着不像那种男的，没想到一个韩雨玲能量这样大，真是好样的。当我们这些大小姐都是吃素的，欺负到孩子头上了可还行？你等着云云，这事儿我们给你加把力。我家就是做传媒的，玩到我头上了，整不死他。过了几日，唐氏公司的几个大项目开始收网，项目大，投资额也大，一旦哪块地投标拿不到，资金断裂，这个项目会吞掉唐氏的所有资金流，而后会往警视。吞了我那么多钱，唐氏也该吐一吐了。韩雨玲又跑到景家老宅门口哭诉，我真有些架不住她，打不过，但是天天恶心人。我没找上门，她倒是又跑上门来唱戏了。我带着邢飞他们决定去好好会会她。韩雨玲还在门口与保安撕扯，求你让我进去吧。唐旭是警视的女婿，我是他的助理，以前也曾来过的。最近网上风言风语，我想求求景总放过我一个普通人。我还怀着孩子，让我进去说行不行？
门口已经聚集起了不少人，还有人拿着手机偷拍。好一个怀着孩子有苦衷的孕妇，介入别人家庭伤害孩子是一点没说。我若是男的，兴许大家会觉得这是小三挺着孕肚找上门了。哟，韩小姐这是怎么了？又跑来警室门口唱戏来了？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在警宅门口跳脚？需要我报警撵你吗？见到我，韩雨玲更是哭得憔悴可怜。也许是网上网民的偏帮，让她觉得自己现在有理可依。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，但我想和你好好谈谈的。你一直不肯见我，谈什么？谈你勾引有妇之夫，谈唐旭婚内出轨，还是谈你伤害我女儿，还是谈你借着孕妇来我这演戏拿瞧？我说的一脸不留情面，把他的底细兜了个干净。我站在韩雨玲面前，看着她愈发苍白的脸，你说你想谈什么？凑到她耳边，你就是个小三，有我在一天，你和你肚子里这块肉就如同下水道的老鼠，见不得光。低贱的可怜虫，对小米出手，你等着永无宁日。我说到做到。我冷声警告他，他知道我说的是真的。啊，你为什么不愿意放过我？你有钱，你了不起是不是？你有钱，你就能欺负人吗？韩雨玲怨毒地盯着我，色厉内荏地哭嚎。邢飞他们赶紧拉开了他。哎呀呀，你们快拍！这可不是我们招的他呀，这小三精神不稳定的，三了还有理了。怀着孕肚人唐旭不也没娶你？这韩小姐上次唱起来可怜无辜，这次又唱起来颠倒黑白了。看清楚，邢飞他们是酒会上看他笑话的几个人，想起来在这些人面前的屈辱，韩雨玲的脸色白了又白，活像挨了几个巴掌。景云，你干什么？她还怀了孕。唐旭厉声喝道，来得倒是快，又将韩雨玲护在身后。他这段日子护着韩雨玲的时刻太多了，多到我压根想不起来大学时他陪在我身边是什么样子。我们进去再说，这段时间的事太多了。我看了监控，我们讨论下。即便他有错，有身孕了，小米也不该推搡他。啪！我上前便给了唐旭一巴掌。你是小米爸爸，他被人推得伤了胳膊，你何曾看过他？你在这给小三说话，就那么看重他肚子里那块肉，就那么想要个男胎？当众给了他一耳光，唐旭脑袋激红了眼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小米姓景不姓唐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有了孩子。我的压力你知道吗？你容下他，我们不就相安无事？你非要折腾，你是当真无耻。我像是第一次认识他，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，唐旭软了下来。但我们可以不离婚，景云，我们可以不离婚，只要你不在意。迎着唐旭的目光，你不只是无耻，你现在已经称得上下作，滚！小三上门，重男轻女，孕肚逼迫，不想离婚，哪个拿出来都是大瓜，哪怕都在这个圈子里，精彩程度还是让邢飞他们几个睁大了眼。这到时候要都报道出去吗？报，为什么不报？损唐氏的名声，收我的钱，我很乐意。回去后还收到了唐家父母的电话，话里话外就是劝我咽下这口气。男人都这样子，这个韩雨玲，我们不让她进门的。唐旭说过，他没想过跟韩雨玲结婚，他还想跟你在一起，想要小米。只是孩子确实无辜，留下这个孩子，韩雨玲就养在外面呢。孩子从小就养在你膝下，不会生外心，长大还能跟小米做个伴，多好。不过一个男胎，就让他们的态度转变至此。可能是几个项目的即将成功，让唐家觉得自己有资格跟我谈判，劝我咽气了。可惜了，我不止咽不下这口气，我还能在唐氏放上一把大火，
一直烧到他们能控脑子里的水，想清楚到底谁对谁错，想想自己到底是谁。我听见了话筒里自己平静的声音：“你们是什么东西，配跟我说这种话？”小米知晓了父亲上门，但只是为了维护韩雨玲的事。孩子才4、5岁，但父母间的大事，我觉得不该瞒着他。小米，爸爸妈妈要分开了，你会伤心吗？我望着小米认真问道。会，但我知道这是爸爸的错。爸爸有了新的妻子和宝宝，不要小米了。我疼惜地将小米搂入我怀里，听见他的声音哽咽。我知道妈妈是为了小米才回去的，可是爸爸这样过分，让妈妈伤心了。小米也伤心了。小米喜欢爸爸，但小米更想要妈妈幸福。妈妈，咱们不要爸爸了。他坏呜呜，小小的孩子在我怀里哭的身子都在颤抖，叹息一声，这样好的孩子是唐家不配。政策下来后，那块地泡汤了，几个大项目同时叫停砍掉，唐氏的资金流全亏了进去，一片大乱。完整的视频流出，韩雨玲知三当三和威胁孩子的恶毒嘴脸暴露无遗，消息甚至传至老家，听说他爸爸的工作也受了影响。唐家包容唐旭婚内出轨，甚至重男轻女，想要帮着儿子养外室，更是惊掉一众大牙。可唐家就是这种人啊！我抱着小米离开那日，就看见了监控里他们在商量。唐父抽着烟，项目快完成了，之后咱们也不必那么触景家。我想买的那几款表，估计到时候都能随便拿下。我儿子在景云面前那么卑躬屈膝，哪个男的忍得了？女人嘛，那么强势，谁会喜欢？唐母拍拍哭泣的韩雨玲的手：“你放心，这个孩子你安心生下，一定是咱们唐氏的继承人。女人就是这样，一有了孩子，心就稳定了。委屈你先留在外面几年，到时候让唐旭轰轰景云。若不是他喜欢唐旭，也不可能下嫁的。到时候小米是个女孩，若养废了唐家景家，还不都是你肚子这个乖孙孙的？”韩雨玲被安抚得满面红光，平静下来，可能已经在做孩子继承2家豪门的美梦了。只是唐家父母没想到韩雨玲能闹到直接跑上门来。也是，刚毕业就去当3怀孕，韩雨玲是没什么脑子。但这一群人个顶个的恶心，倒真是一家人。视频放出去后，网上一片哗然。原来高高在上的豪门太太，撕下面皮是这样的嘴脸。当小三当上瘾了，这孕妇也是脸皮够厚的。唐家不也是，娶个有能力的老婆多好的事，非要那点自尊心？你要你就靠能力呀，你靠出轨算怎么回事？他爸妈也是恶毒的恶心，竟是那么帮扶唐氏，真就一点好也没落到农夫与蛇，一家子恶心人。舆论和股票受影响的只有唐氏，景氏反而作为受害者得到不少民众支持。邢飞他们放出的是国内传播力最大的几家媒体。唐氏乱成一团，公关部近乎瘫痪，想撤也撤不掉。短短月余，资金链和舆论便压垮了唐氏股票。我拿出之前唐氏的欠款，这些钱足够让他们破产，最后一击。中间唐氏父母和唐旭给我打了无数电话，我只说了一点：最快速度离婚，否则我会把官司打到底，告到唐氏破产清算。唐旭无奈点头，想离婚什么时候离都可以，但我要确认小米从心底里想跟着妈妈，要确认唐家人日后过得落寞，这戏才能停。协议完成那日，我与唐旭从民政局走出来，难得的晴朗日子。唐旭微红着眼，还想多说什么。景云，我们就这样了吗？
韩雨玲在家里大吵大闹，总是哭哭啼啼，帮不上什么忙。父亲母亲急得开始变卖首饰车表了。如果我不要那个孩子的话，我打断了他的情愫，我们早完了。唐旭，你跟谁都过不好，真的。不过这样正好，你过得不好，我才开心。话还未说完，韩雨玲挺着肚子冲我而来。你这个贱人，离婚了你还要缠着堂哥是不是？你把他害得多惨！还未等我反应，唐旭倒拦在我面前。你闹什么？你若是像他那样又能干家事又好，我会怎样？仿佛被戳中了什么不得了的领域，韩雨玲尖嚎着跟唐旭厮打。你说什么？你嫌弃我是不是？你觉得他能干他家事好，你跟我在一起做什么？你不就是喜欢我没钱又没用崇拜你吗？到手了你又嫌弃。唐旭，你就是贱，你后悔了，你看他还要不要你？不再理会身后狗咬狗的戏码，今日天空放晴，我该去接米米了。他们这一家人和声和气的对待，还想着跳到我头上。只有打得够重够狠，才会清楚在我面前该是什么态度。听说为了避免破产，唐父卖了那些喜欢的车表，唐母3番5次地打我的电话，姿态更加卑微，甚至借着米米想奶奶为由头想进家里找我。景云，你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还要顾那么大的集团，怎么能行呢？唐旭是米米生父，他混插了你也面上无光不是？还惦记着景氏，看着这个卑躬屈膝的女人，我冷声警告：景云怎么会面上无光？从始至终都是你们唐家贪心无度，卑鄙无耻。你若再骚扰我，唐家可就不是濒临破产了。看着他不死心的还想说什么，下一次我只要看见你1日，你们唐氏破产就快1日。不止破产，我能让你们直接回老家种地，你信不信？要不要试试？我冲他笑得饱含深意，看着他落荒而逃，浑似我是什么恶鬼。窗外秋雨微凉，屋里却温馨和煦。今日厨房给米米做了南瓜奶酪羹，父亲母亲正在哄他吃饭，那里才是我的天地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